接着我们就来问在我左手边的这个美红小姐，你现在来上了3、4次的课程，那我不晓得，你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书法对你来讲有没有生活上的改变？这个第一个。第二个，你在书写的过程里面，你会觉得书法很难吗？有没有和你想象中的那个困难度差异是怎么样的？第三个就是你应该对书法非常有兴趣，所以你才想要来学书法。那是什么动机？或者是说也许你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小时候可能对书法就非常有兴趣，所以现在呢，你想说这个是我从小的梦想，我想要写一手的好字，所以我想来学书法。那这个可以发表你的意见。其实我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然后自从我跟简老师学习书法，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一点是，我可以在瞬间让自己的心很沉淀，然后写着写着就不想多说话了，然后写着写着自己的心越来越近之后，处理任何一件事情也更加的沉稳，然后让我在生活之中可以改变自己的心境，然后影响我周遭的人，然后他们也受到我这样的影响，也觉得你变得更不一样。其实我是一个很活泼外向的人，那我原本平常就是画人体写生，我是做人体写生的创作。那基本上人体跟书法其实乍听之下好像比较难做什么样的联想，但是对我而言，我觉得我的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想象力，因为人体的线条还有书法带给我的力量，让我可以在白日梦里面更加的精彩。书法其实我压根都没有想过我会跟书法有什么连接，但是在一个因缘际会，还有秀珍老师的就是引荐，我才有机会接近这么优秀的简老师。坦白说，老师给我第一眼是很严肃的，但是我在他在教学的过程，我发现了一个他的人格特质是很吸引我的，因为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人，对基本功是非常的要求，所以我很欣赏老师。谢谢美红刚刚对我的夸赞哈。那我现在要来请教秀珍说，你在学习书法的那个过程里面，我相信绘画跟书法两个来互相比照的话，那一定是书法是比较难的，就像你讲过的哈。也就是说，你在写书法的那个速度的运笔的快慢你有没有觉得说跟你的个性有关系？因为我发现，你还是沉不住气，就是写的时候会无缘无故会加快速度，这是不是老师讲的那个真相？就是会这个现象第二个，我发觉到你几年前跟几年后的今天来比较的话，现在进步的空间相当的大。那可能就是当时的那种想法跟现在的想法有一些不一样。人讲这哇想通啦，开悟了啦，就是我当时怎么不晓得说应该要这样写，但是现在知道了，你应该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写书法对你来讲现在应该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情，不晓得是不是这么样子？我觉得刚刚老师有讲到重点就是
我10年前学书法的时候，因为孩子还很小，大概幼稚园阶段。那其实那个阶段，其实也是我们最忙碌的一个时期。但是能够写书法，我就觉得非常的感恩了。那后来，其实我中间有3次啦，就是也很感恩老师，就是说可以让我这样子一下学一下没有学，又几年，3年2年又停了。那到最近这几年又开始，因为孩子就高中大学了，就比较有那个时间。那我觉得，比较急的是，有时候我们会运笔的时候会比较急，就是说你可能刚开始你心还没静下来，就会比较急躁。但是你如果在写第2章、第3章的时候，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那再来有一点，老师有提到说最近有进步比较多，我觉得其实是受到老师上次提到的一件事。他说当我的学生一天至少要练2个小时。我想说，原来我之前没有进步的原因是我1个礼拜大概只能写2个小时。那最近就是陆续每天晚上，因为美红的陪伴啊，就会问他说，今天要不要写啊？好，我们就互相的提醒，就拿起彼此，那我们就说1、2个小时后，我们再来互相分享一下。我觉得就是那个时间，你肯花多少时间，就会有多少的成果。那这是没错。对，就是技术是要时间的，真的，而且是一步一脚印。这个行，这里2笔，横2笔，所以这个间隔大概差不多，1点带2点连。好，这里有一横，日稍微靠右，数上面的日绕圈出来，这个是第1横，第2横往左拉，斜下来，日靠在中心线的右边，也是2点，写小一点。这个是1笔完成，这个因为1笔完成比较困难，而且都带笔，这里又是曲线，所以速度呢不要太快。是的，上方可以写高一点。这里用打勾，偏2横，第2横靠左，
剑的撇陡一点，像这个都是曲线，速度要慢。用点跟横拉开，这里往里面带进来，这个字是草书。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大家喝个茶，吃个小点心。喜欢我的分享，记得帮我点赞，还有订阅哦。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